好，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圆桌骑士的打分玩法啊。这个玩法呢，我跟大伙说啊，其实是没有多少人玩。为什么说没有多少人玩这个玩法呢？啊，因为呢，大伙要不然就速通啊，这是打速通都不多啊，主要是打宝什么玩这种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打分玩法呢，俗称打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那为什么就不叫摊分呢？还是不够极限？因为网上也没有人说有办这样的比赛啊。但由于呢，咱们这个游戏呢还是受众比较多啊，打宝的视频以后呢也可以给大家伙做。但是今天给大家伙做的是打分视频，来自于这个成都小呆给大家伙表演的啊。有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有的箱子是不是应该给它打碎了吃比较好一些？比如说你把那箱子打碎了，它是140一个，有4个。对吧？14得4，44，对吧？16，那就是14得4，14得44，那这样的话不赔了吗？啊，有的箱子是600的，你把那600的打掉了，分出4个140的，这不合适了啊？那不合适了吗？对不对？那还是不打碎比较好一些啊。好，跪下 ，KO。然后呢，打宝的看的人最多，玩的也多啊，看的也多。虽然说大伙都不懂什么乱不值什么的啊，当然是让这个意思。有人喜欢用斧头，有人喜欢用这个老蓝啊，但事实上还有个哥们儿叫什么呢？叫这个亚瑟啊，1技能沉默，2技能转圈，3技能一个大劈，然后最后一个斩杀带走啊，大概是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不是，刚才他吃了一个箱子那就可能是不一样，有的是黄金箱子，有的是白银箱子。刚才这一手血杀好了，打开了。既然他打开了啊，说明有的是要打开的。你看白银是要打开的，啊，对吧？斧子刷分400万看过没有？没看过啊，那没看过啊。那这个一点都不极限，所以说我们叫平常打分啊。那如果按照那个说法，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是用那个乱步来打，然后打到那个仗吃的话，夸加分了，对不对？好，这里面啊，用这个阵的话也可以加到1600的啊。哎呦我去，一阵的话能加到1000多分，直接能给震死啊！就最后一下秒杀的话啊。好哇，3200！哎呀！哎呦我操，像这个太难了啊！还好时间够，好的1200。对呀，打宝的玩法刚才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啊，打宝的玩法呢是利用乱步值打宝。你说是游戏的 bug 吧？有的时候很多人宁可相信他是用这个什么的啊。好，一个血杀，可以看到一个血杀，这一个阵。血杀的主要目的呢也是一样，跟马那种感觉一样，用特殊技啊，直接把这个小兵打死，就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加分啊，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加分。这游戏时间是虽然说是打分视频，但是比打宝啊稍微的还要快一点，因为打宝的话呢确实很磨叽，而这个咱们打的这个呢只是用了40分钟啊就完事儿了啊。哎，还是打开比较合适一些啊。你这个一打开是320啊，它是黄金箱子，不是白银箱子啊，我整错了啊。打开是合适的啊，这样的话还不是特别极限，就是我感觉还是什么呢？就没有人愿意玩这个打分玩法，我也就是先勾引一下。如果有人玩这个圆桌骑士好，你可以非常极限的给自己表演一手打分的啊，可以来我狼这投稿啊，我狼可以来者不拒。你牛逼你就打个2个小时，让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几百万分数啊，什么400万分数什么的啊。让我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好不好？啊，左慈我要赞助什么啊？你要赞助我喊左慈行啊。玩游戏的话，可能现在不太方便啊。好，看看。那刚才有人说斧头打400万，我服了啊，那我服了啊。天地玩家，对。那斧头你要能打400万，我管你叫一声哥，对吧？以后我见你一次叫一次，是不是？哎，他还是有的吃有的不吃，难道是怕时间到了吗？刚才这个，咱也不太清楚啊。好了，升到5级了，白银圣斗士了已经啊。
啊，你看这个就是240，你看这个240它给打开了。府南最高也才120多万，这个昆山龙表哥看来是有点信息啊，那肯定是比咱这个刷分要高的，咱这个才70万啊，兄弟们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微面啊，有可能是没有人来打这个记录，如果有人打这个记录的话，我狼这么一做，这么一整，是吧？那这个节目效果就来了啊，有这种有专业玩家可以找大神挑战一下啊。打宝400万啊，那打宝其实也行，这玩意儿咱没说不允许的打宝啊。其实我感觉，那确实可以，我能理解打宝这个玩法啊。一打100来个宝，好 ，Birdman， 这是啥鸟人呐？这人的英文名字是叫鸟人吗 ？BIRD 是鸟的意思吗？请问啊，这是鸟人的意思吗，兄弟们？好，一顿摸，好，那就是鸟人的意思呗啊！要死了一会儿啊，大哥！为了拿马摊分，有点难受啊。真的拿马摊分确实有点难受的啊！咱们正常玩，好没踩死，这个踩的位置不够准。好的，3200，就为了这个3200啊，就为了这个3200啊！现在葡萄赶紧吃吧，兄弟！我记得还有个游戏叫《鸟人战队》，我操！不是，可能外国人不知道鸟人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国家里有很多就是骂人的话，就是外国人可能听不懂啊，对不对？可能真听不懂。哎呀，赶紧用血杀了，认了，对吧？用血杀也是一样的，还3200呢，何苦来呢？对不对？这个再炸房不可能，这不能炸房了，这个不是，这个是排行榜的这个东西，它这个要是炸房，那真的是过分了啊。好，你看有的它不打开的，可能打开不合适，直接吃。你看600分的这个啊，这种黄金的要打开，白银的不打开，吃600合适。打开的话呢是560啊，少400。这个设计啊，这个设计肯定是有想法。好，一个踩。好，刚刚够，血量好的，准备再踩一下。哎，这踩的这个判定点是真不好找啊，这个判定点啊，好的，直接顶过来一下，那个分不要了。最后一个兵，我操，一个大皮劈一个肉，但是加不了多少血，感觉这个加的血太少了啊。鸟人，我看那个好像看那个《水浒传》里面不就说鸟人吗？那李逵不就说人是鸟人吗？对不对？你什么，对吧？我感觉好像鸟人很早啊，我不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骂人是不是用鸟人。其实中国人的骂人方式挺恶心的啊。你比如说像你像咱们老说那个是不是啊？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对吧？比如说狗。对吧？但是为什么骂人的时候要骂人狗呢？就是啊，这个狗，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就你就不知道为啥，就是你明明是狗是最忠诚的小伙伴，又有什么导盲犬，又有什么警犬，多好是吧？啊，对不对？缉毒犬也是帮了咱们不少忙，对吧？而且呢，有很多宠物狗呢，在咱们这个最低落的时候还能陪伴咱们，对不对？是狗确实挺好，但骂人的时候骂人狗腿子，这他妈对吧？你老鼠，你对吧？你老鼠毕竟也。大多数都是那是吧？是不是贬义词啊？你狗，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啊？
我看你传的视频半分钟就能睡着，那你能治病啊？那你得给，那得加钱，得加钱，好吧？啊、骂人狗腿子，这其实最狠的还是我们说那个狗懒子啊，狗什么不是，对吧？好，上面那哥们儿睡得挺香啊。有一个中东阿拉伯的感觉，哎呦，还会瞬身之术啊，这小子啊，这个哥们是魔法男啊，魔法男。这个游戏很多菜鸟为什么玩不了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要不然就大批，要不然就是小批，要不然就是防御之后大批。这个很多人不会防，防是怎么防？摁 A 之后再摁后，大家伙不要先摁后再摁 A 啊，容易傻逼的，知道吧？啊。然后说人那个什么也是，对吧？老虎一般都是虎虎生风，对吧？啊，狐假虎威。尽管这个虎主要是骂狐狸的啊，但这个老虎确实很威风啊，虎啸山林什么的。但为什么骂人？你像我们东北人说你怎么那么虎？虽然说啊，这个虎呢也说明这个人有点彪悍啊，但是说人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最这个最狠的就是还有一些动物来形容，比如说猴啊，这人猴逼怎么地了啊，比如说啊，猴厉害了啊，猴龟了之类的，咱没法说猴。还有马猛成马了啊，就最可耻的是我们这种啊，你看他贼猛，这小子猛成马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啊，你看这小贼弱，都是弱成马了，咱也不知道到底是猛成马了还是弱成马了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啊。魔法男意为法师是吗？有点虎啊。好，马上升级。我操！防御之后无敌将近2秒钟啊，感觉真的很爽啊！没蹬死啊，离近可以一下蹬死，血杀一下。好了，8级。就玩传奇都不敢玩8级的，因为怕花钱，你知道吧？啊。牛和羊一般不会，哎，对，其实我也在这么想法啊，我不是在道德绑架，我想请问一下，那你说像什么牛啊、羊啊、猪啊什么的，都把生命都奉献给咱们了，牛有的时候还耕地，羊还脱毛，猪呢把全身啊，猪身上的几乎95%以上的东西都能吃，对吧？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把生命和这个副产品什么的，包括鸡啊、鸡蛋啥的都奉献给咱们了，对吧？狗呢，就是因为长得可爱一点啊。然后呢，就对吧？就对人类是好朋友了。难道这个猪啥的就不是好朋友吗？对吧？难道这个好，你被烧了，这不更亏吗，兄弟啊？好，看看这里面无限连击啊，这个 boss 好嘚儿啊！这哥们会燃烧，他把那箱财宝都烧了，我怀疑他是不想过了啊。但我觉得他这个白银盔甲有点帅啊！啊，他想最后把人蹬死啊，蹬死那一下的分数表，哎呀！好，先砍开，再吃19万，不烧就吃不着。把刀撇了，黄金圣斗士了啊！现在已经是黄金圣斗士了啊！你看出来600分的，哎。这个他应该不砍的，他这个砍完了之后变成560了，对不对？少40分啊，少60分啊，少40分啊，对吧？这个你要这么说，其实狗也可以吃啊，对吧？自古以来就是在中国这片大陆上，狗就是可以吃的啊，它算是6畜之列啊，对吧？这个你现在就是所以说我感觉啊，还是颜值啊，真的。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啊，颜值太重要了啊！虽然说我也不咋吃狗肉啊，我也吃过啊，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就这个颜值高怎么都行啊，只要你颜值高啊，你可爱就完事儿，对吧？这个狠啊！我们这边不就是朝鲜吗？我家这边就朝鲜，就是其实也不能算朝鲜，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我这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距离那个什么延边自治州啊、延吉啊这些地方都非常近啊。
我们这专门有一条街叫朝鲜一条街，对吧？这狗肉也非常多啊。好，这把刀刚才拿的是凝霜，后来变成了降魔。现在这把刀是什么刀啊？这是宝石刀啊。狗肉和我家的狗都喜欢吃。大伙看过那个海豚湾那个纪录片是不是？也确实是啊。小狼我就延边州的啊。我想喝米酒，我想喝正宗的朝鲜米酒啊。那确实好喝啊。就是唯一几个，就是我说实话啊，这啤酒呢，我承认啊，我是最喜欢喝啤酒，这个没得说。但是这个米酒啊，我也超喜欢的啊。老人说吃了是造孽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还看了个电影，大家伙都看过。一般人来讲啊，80后都看过。虽然说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咱们还没出生，就是少林寺李连杰那个版本，里面那个李连杰不就吃狗吗？啊，把那狗炖了啊，把那狗烤了。这个东西能理解啊，反正是，那你还是不够饿啊，对吧？还是不够饿啊。井中月杀猪刀，专杀畜生啊！现在游戏剧情只过了1/3左右啊，1/3多一点点，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目前才26万，咱们是要刷到70万的啊。灯鹰啊，像这种240的一定要砍开的啊。人家那个《鸡公传》里面，鸡公不就说嘛，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说你们吃不了这个狗啊，但是我能吃，因为这个我是在帮他超度啊，我是在超度他啊。这个大伙能理解我说的吧啊？这玩意儿就谁得算谁的啊。有很多老理儿啊，咱们可以敬，但是有的人不信，你也不要强行的说那啥啊，强行的说，哎你不对呀，这个玩意儿没啥说不对的。那猪咱就不说猪了，那牛，那你说牛也有灵气吧，是不是啊？很多牛那个被杀的时候也哭是吧啊？还有的牛呢，快老死的时候呢，也是不愿意看着主人对吧？看着主人死啊，对吧？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咱们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也好啊，这有时候没法说啊。对你像朝鲜族这边呢，饮食文化里面就有这个。再加上那个什么玉树的那个是吧？那是广西还是哪还是哪？就是玉林啊，玉林狗肉节是不是啊？好，12级。反正呢，这个不吃的人不要强迫他，跟他说，哎，你就是那什么，你就是矫情。然后吃的人呢，咱们不吃的人呢，也不要那啥，我觉得就正好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狗肉贩子啊，确实挺过分啊！就是有一些他没有检疫标准啊，什么野狗啊什么的拿出来吃，那个肯定不行的啊。咱这有专门的这个养狗的这个基地啊，就专门是肉狗，就跟肉鸡似的啊，笨鸡儿什么的啊，瞎养的，对吧？谁家养那个老母鸡都指望它下蛋，谁对吧？不想吃了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话题咱们先终结了啊，没别的意思啊。好，咱们看看，还是要踩。对啊，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这玩意儿就不多说了，对吧？就是啊，有一个最牛逼的词是，对吧？最牛逼的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啊？对吧？你失去一条腿上算什么啊？他失去的可是他失去的可是爱情啊，对吧？啊，对吧？你失去一条腿算什么啊？他失去的可是他的爱情啊，那可是他的初恋呢！我操，太狠了啊！好，看看。我这里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啊，我可没有说，非常极端的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啊，我可没这么说过啊，这个整不到我头上来啊。好，看看这边怎么说？这哥们儿是个女的吗？她为什么笑呢啊？笑的还非常淫荡啊，这个笑的啊。你看，哎，我能想到这哥们儿一个彩也是3200了啊2400啊，这么抠吗？那也太抠了。好，600，
琼瑶剧，我最看不了的就是那个，我最看不了的就是那叫啥呀？是情深深雨蒙蒙，赵薇爱上苏有朋啊，那玩意儿啊。那个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那里面有个什么如萍啊，守口如萍，我操，如萍还有何书桓，我这俩人精神病，这俩人。这搁以前来看啊，咱们可能觉得，哎，他俩怎么的？现在来想，这俩人不就是一个绿茶，一个 PUA， 真事儿啊！这俩人来的啊！我说你们有没有印象？里面三观比较正的是那个杜飞，还有那个还有依萍，这些都是三观比较正的。就哪怕说小人对吧？就哪怕雪姨对吧？人也不至于那么对吧？我就是个坏人啊，我就坏对吧？我怎么的啊？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是坏人，我可不装好人啊！啊，我可不装好人。对，这玩意儿是真狠。啊，柱哥又来献福利了啊！柱哥，你告诉我今天抽到什么没有？啊，我也就不要脸了啊！今天我柱哥抽到东西，我一定要不要厚个逼脸要的啊！一个渣男，一个绿茶。小的时候看还觉得挺那什么的，觉得这个何书桓因为就是长得帅嘛，对吧？因为他那个演员是那个古巨基，名字还硬，对吧？这个人长得帅，然后名字还硬，这肯定是啊。哎呦我这一个大锤你都能防住，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啊！有很多就是毁三观的剧情啊，那种剧情有时候真忍不了。哎，你们知道那个这个游戏当中有终极舔狗吗？啊，就是不是这个游戏去了，就是很多影视剧里面有的终极舔狗，就真的属于那种就那啥啊！哎，你看不看见？还得是我们柱哥，看不看见？还得是我们柱哥啊！柱哥咔咔一顿开黑卷，直接一手这个荣耀王冠啊，打开了今天我狼的尴尬局面啊，对不对？确实是狠，感谢我柱哥啊！但是刚才我柱哥玩那个什么三不童子的时候，柱哥被秒了啊，又被秒了啊！我多了不说了啊。段誉其实也就不算舔狗了啊，段誉呢也算是火过了啊，对吧？虽然说原著里面那个扎老师也就金庸啊，金庸是那个最后又把那个王语嫣又给送回到那个慕容复那里去了啊，这后来修订版又修复了，但是咱就确实是啊，你也确实是得到过啊，曾经拥有嘛，对不对？尤坦之也算啊，尤坦之确实算啊，这个，但终极舔狗，欧阳克算终极舔狗吗？啊，对不对？欧阳克也是有点东西的啊。欧阳克也是一个畸形的一个人的心理啊。这人虽然说是反派，但是还是这个最后还是让大家伙恨不起来，对不对？啊，欧阳克是那个欧阳锋的侄子，括弧其实就是儿子啊，就是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我说啊？阿紫反向终极舔，在《天龙八部》里面一共有几个常见的称呼啊？排名第一的是什么称呼呢？是王姑娘啊，这是排名第一的称呼。第二呢是表哥，第三是姐夫啊。这三个称呼你算你想你就想就完事儿了啊。第一个是王姑娘，第二个是那个表哥，第三个是姐夫，就贯穿整个有这个剧情啊，称呼是最多的啊。好，郭襄算不算舔狗？不，那也不算啊。人家张三丰本身人家这个人境界他高啊，人家的境界摆在这儿呢，你没有办法说，最后出家了也不算舔狗了，人出家了嘛，都是修，对吧？一个是师太，一个是道长，对吧？这虽然说有情，你有情他有意，俩人一见，哎呦我去，是吧？啊，当然很多人说小狼他俩有没有故事啊？人家是跟杨过有故事，但是跟杨过明显没有故事啊！有什么故事啊？哎，跟杨过怎么可能跟他有故事呢？对不对啊？人家都知道他有龙姑娘了啊，但是呢，你们不知道吗？这个金庸其实他有一次啊，他是真想下决心想写一下那个倚天和这个神雕啊之后中间那个空白那个地方，最后想了半天没写。如果要写的话啊，其实事实上是写了，在倚天的这个屠龙记的这个片头已经写了，就讲这个张三丰和郭襄他俩呢去学这个啊，一人学了这个1/3套九阳神功啊，一人学了1/3套。这个在原著里是有的，但是呢，总以为《倚天屠龙记》是讲这个郭襄跟这个张三丰，结果呢，
画风一落啊，下一章就是啊多少年以后，张三丰怎么样啊？这收了几个徒弟啊，就是，然后这个主角就没了。理论上来讲呢，郭襄的原配应该按理说怎么说也应该是他的 CP， 应该说是这个张三丰的啊，这个肯定是这么设的，想都不用想啊。你说是杨过，那人家他也知道那个杨过跟这个小龙女两个人对吧来的，对不对？这个没法说啊。好。看报直接走。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柱哥啊！柱哥送的这个荣耀皇冠，你们敢不敢抢了宝箱之后自觉一点，对不对？必须得自觉一点啊！杨过跟郭芙才是有一腿。你说那谁算不算舔狗啊？那个令狐冲喜欢这个小师妹，喜欢的来的，小师妹就不行，喜欢帅哥，喜欢林平之。这个第一次看那个《笑傲江湖》啊，最符合主角人设的人是林平之，好吧啊，对吧？一个悲惨的身世，一个对吧悲惨的童年，一个复仇的机会，对吧？结果呢是令狐冲啊。尹志平人最起码，人家尹志平人最起码人家曾经拥有啊，对吧？是不是啊？感谢你曾经来过，对吧？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人家有这个事儿，你说啥呢？对不对？好，果然是你看啊，吃那个黄金的是800，但是打碎了之后呢是960，对吧？打碎是960，直接吃是800，那黄金的打碎合适啊，然后白银那个直接吃合适，白银是600。然后那个是560，不合适，真不合适啊！尹志平，甄志炳，终极舔狗，就是你把孩子生下来吧，我跟他姓，我跟孩子姓这个事儿是无敌的啊！操，这他妈真是。好。圆桌骑士，他为什么叫圆桌骑士呢？有人给我翻译一下吗？上来就是一手石中剑，也代表权力的象征啊。梆梆梆，尤坦之刚才也确实有提名啊，尤坦之是有提名的啊，这确实有提名。你要说玛丽苏剧情，我感觉唐僧那就是玛丽苏剧情，所有人都喜欢唐僧，对吧？妖怪想吃他，然后呢，女妖怪想睡他，而且我想到了啊，吃一口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对吧？但是要吃唐僧肉谈何容易？难道对吧？难道咱们吃唐僧肉真要割一块肉吗？万一割死了怎么办？不好吧？啊，这玩意儿得散养。对吧？你把唐僧养的白白胖胖的，我们可以吸甜取精，对不对？如果你吸甜取，大家伙都知道啊，你吃一块肉算什么？我吃的可是精华呀。所以说那些女妖精呢，只要成亲就好了。女妖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长生不老，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取精，知道吧？啊，所以说你如果说很多人说吃你卖不了钱，你懂吧？哎，这都是故事啊。好，来看看这个，这个日本武士。这你告诉我这不是日本武士，我都不信啊！防一下，可以防住这个流星雨，一个大劈啊！活熊取胆，对不对？活熊取胆啊！你像那些妖怪，好多人妖怪都喝人血，好多妖怪都喝人血啊！你像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蛇精，他喝人血，然后延缓自己的这个寿命，是不是？那是吧？那唐僧的精血什么感觉？能晓得吧？啊！你比如说，如果说一个不小心，咱说这个可能那个唐玉帝，有点那个发炎了啊，他下半身发炎了，他就做一个那个包皮手术，对不对？他做一个手术，那个包皮是不是也可以，是吧？我不太清楚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这都是，还有什么扁桃体摘下来啊？我摘他扁桃体啥的啊？唐僧吃一块自己的肉，人家是这么说的啊。这个金蝉子啊，
他这个阳气最重啊，他主要是有阳气在，必须要保持童子身练功。如果一旦啊泄露元阳，大家伙能理解我说意思吧？一旦泄露元阳之后呢，他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人就不值钱了。好的，16级了，满级了，这是真正的荣耀王者黄金圣斗士，啊，非常牛逼的啊！痔疮，操，太狠了啊！好，大批，慢慢勾引啊！这个玩法非常的猥琐啊！1800，好，反向，这就是鸟人。我操，这个蹬死了还能继续蹬一下的啊！《西游记》里谁最厉害？那你这玩意儿，你说哪个妖怪厉害？我可以告诉你啊，排名前3的妖怪我可以告诉你啊。但是你说哪个最厉害，那就没法说了啊。那你这，那你必须得是已经出现的人物嘛，对吧？你要必须得是已经出现的人物，那我对吧？那再说啊，有一些没有出现的没法说呀啊。还有你说的是武力值厉害呀，还是他的法宝厉害呀，还是他的地位厉害呀，法力厉害呀等等的啊。不用法宝也照样厉害的人也照样有啊，你这没法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妖怪里最厉害的4大厉害的，咱们要算综合排名啊。你要算这个综合排名，首先我们先拿出来啊，一共有提名啊，基本上这妖怪就4个人啊。这4个人呢，基本上啊，没有什么牛逼的人能克制他们的啊。就是你找一些，你像有的妖怪虽然说很厉害，但是找这个什么卯日鸡、卯日星官，哎，就能破掉啊，就能打败。哎，这种妖怪尽管给孙悟空揍个逼形，但是不厉害啊，不厉害，知道什么意思吧啊？但是呢，你要说那种就是你必须要找那种主人或者找那个啊源头才能解决掉根本问题的那种妖怪。首先啊，对吧？金翅大鹏鸟，咱先排名先不分先后啊。金翅大鹏鸟为什么呢？第一，它武力值跟孙悟空打个平手，很厉害啊，武力值就很厉害。第二呢，速度呢非常快啊，比孙悟空还要快啊，比孙悟空还要快啊。所以说呢，这个人呢，首先呢，在武力值和速度方面上碾压悟空啊，碾压悟空，所以说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对吧？然后呢，再就是90元圣，90元圣呢，他的这个武力值跟孙悟空是就是差不多啊，不能说差不多，武力值孙悟空已经是武力值的巅峰了啊。巅峰不代表他是第一，有可能是并列第一，因为谁也打不过谁。比如说你说那个杨戬啊，对吧？他跟孙悟空打，就是如果说不用说变化之术，不用说什么哮天犬、金刚镯，他俩谁也打不死谁的啊，就没有说谁能干过谁的啊。就是这个90元圣，他不用，而且但90元圣牛逼在哪儿呢？他不用武器，孙悟空也打不了他啊。然后他有一招呢，就是可以一下把这个甭管你是谁，我都可以叼在嘴里面啊。我有9个头，我可以直接叼，最多可以叼9个人啊，我可以叼九个目标。但是呢，他这个封印之术吧，有个难受的地方啊，他这个特别难受。他为什么就他再厉害，他也不可能有镇元大仙厉害呢？就是因为呢，他第一他吞人有数量9个，第二呢，第2次就不好使了，知道什么意思吧？啊，第2次就不好使了。你看啊，第1次孙悟空就完全被抓住了，一点招没有。被抓回去之后呢，后来他使个替身之术跑了，而第2次再使出这招的时候，孙悟空跑了，抓不着了，知道吧？抓不着了，哎，这个就是这个90元圣可能再稍微面一点，但总体上肯定也是很厉害的。他想抓这个金翅大鹏鸟，他也可以直接就把金翅鸟抓了，因为他这招是必中，他这招第1次是必中的啊，这招已经是对吧？也就是分析了是必中，第1次选9个目标必中，无论你多快啊，你再牛逼也必中啊。然后再就是谁呢？再就是这个黄眉老佛，这个黄眉道童，他呢主要是依靠什么呢？法宝啊，就是法宝。武力值首先跟孙悟空打落下风，确实是落下风，微微有点弱。孙悟空是 S 级，他是1线顶，弱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这小子吧，他确实有法宝。他那个人种带呢，尽管也跟那个狮子一样啊。就是说第2次可能第3次就不好使了，但是因为你跑了我才抓不到你，有本事你别跑啊，你不跑我照样抓你的啊，还照样是抓你的啊。
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这个再就是这个刚才我说哪儿了青牛精。青牛精呢，武力方面上跟孙悟空打的是平手的大伙儿看出来书里描写是平手的是谁也打不了谁的。但是呢，他也拿孙悟空没招。这个镯子一亮出来这个法宝应该是《西游记》里面的最强法宝了，就是说，它应该你可以说是没有之一吧你可以说是没有之一吧。这个法宝呢，唯一被克制的就是他自己本源的那个芭蕉扇可以克它用芭蕉扇可以克它这个镯子。所以说呢，这个就法宝来讲呢 ，number one 应该是青铜精。就速度来讲呢，最快的应该是那个谁，最快的是应该是这个金翅大鹏鸟。然后就封印术，就本体术就不利用任何法宝，本体术再加上武力值都爆棚的，那就是90元圣。这是有2个特点所以说90元圣有点牛逼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刚才咱说黄梅的话呢，纯是法宝流。当然呢，它法宝可不止一个呀，它的法宝呢，对吧？是人家东来佛祖给他的，他有3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呢是大歘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一个成年人，象征女性的胸部。然后呢，还有一个法宝呢，人种袋，大家伙都了解，人种袋一个大包一个大包相当于人的睾丸就是男性的睾丸。然后呢，它有一个软硬狼牙棒这个也是一个神器这也是个武器这个武器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动如蛟龙吐火球，静如乌龟吐口水。软硬狼牙棒，你听这个名就知道就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嘛所以说他这个法宝也厉害，他这法宝呢，尽管没有金光镯厉害，但人有3件法宝，这就不一样了然后还有人说，那你金角银角呢？金角银角吧，由于他们的智商实在是太低了他们的智商银角还好点，咱这实话实说银角确实牛逼，但是银角吧智商还是比不了猴子就是金角就是纯嘚儿就是没招银角也不咋地，后来就前期还强点前期给孙悟空折腾够呛，给孙悟空整的都快流血了，就7孔流血了。后来呢，还是拿那么多法宝都打不过孙悟空真的是白扯赖当然，就封印之术里面已出现的封印之术里不算妖怪，这个镇元大仙呢就是王道他那个乾坤秀想收你多少次也是收你孙悟空你1次也收你，2次也收你你几次你也跑不了，告诉你但凡能叫什么什么祖的人，你就记住，但凡叫什么祖的人，你别管是地仙还是天仙还是什么神仙只要是祖，一般都牛逼，知道吧？所以说，你像90元圣，他可是狮子当中的祖他是狮子精里面应该说是最牛逼的了，排名第2才是那个青狮精据说是在南天门张一个血盆大口把10万天兵吓跑了（括弧只是吓跑了，没有说吞掉只是吓跑了吴彦祖吴彦祖也牛逼长得帅嘛法术最高的是谁你妖怪里面的法术那就太多了。首先有很多牛逼的人，比如说黄风怪黄风怪大伙儿知道吧他是3昧神风红孩儿的话是3昧真火，这都是给孙悟空造成强烈困扰的几个人对吧？但是他俩呢也没有说什么太克的没有说什么谁太克，都得是找这种大神级别的人才能降服，比如说你得找什么观音菩萨什么的才能降服的，对不对？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人法宝很厉害，观音菩萨手底下那个金毛吼，他有个铃铛，那个铃铛人家对吧？观音菩萨说了嘛如果要是你不用这个东西把他骗走他有这个法宝，10个悟空也打不过。那么我们姑且拿这个东西来当一个战斗力10个悟空也打不过那个铃铛那个一顿喷烟喷雾那确实牛逼，那杀伤力真强但那他们也是在就是你发现那些牛逼的法宝跟太上老君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就是太上老君绝对是他如果说是那个惠比特人宇宙里面，他就是矮人族的打造兵器绝对屌玄黄鼻祖阿鼻，那阿鼻也确实屌好，看看咱们这圆桌骑士直接变成讲这个西游记了这有点东西好，最后一关的地图了现在已经是65万了，下一次升级是9999999我姑且相信它一定会升级，但是肯定升不了
咱们是这样的，其实也不是不能升，咱们可以通过 bug 啊，把自己的16级变成1级啊。当然好像它不是从16级开始升的啊，它应该是从哪一级啊？我忘了啊，从11级还是13级什么的啊？它可以直接跳过来啊，直接升过去。好，可以看到这一关的 BOSS 啊，拿着一个黄金锤，穿着黄金战甲，骑着一个乌突战马、乌骓马，有点赖啊。八卦炉里面，其实我跟你讲啊，太上老君他的那个神火是什么呢？是这个6丁神火，这叫什么？是叫不是是叫6丁神火啊？不是3倍神火啊，两码事儿。然后还有呢，孙悟空呢是怕被烟熏，也不是怕被那个火烧死。那你也确实也整不死啊，真不想死也死不了，但是怕的主要是怕的烟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不怕死，但是他怕疼，你咋整？对不对？好，看似要像死的样子，其实装死啊。他跳起来了，我踩上去了啊！这个设计啊，这个设计非常狠。好，看看一顶。刚才有人说，对，刚才有人说那个，如果按照《西游记》宇宙啊，按照《西游记》宇宙来讲呢，那不一样。这个太上老君他不是说地位什么玉皇大帝什么的啊。你如果说就这个按照他的这个教义来讲，人太上老君是牛逼啊！你要按照这个地位来讲是玉皇大帝啊，人家可是政治领袖啊，你只是精神领袖啊，那能一样吗？啊，不一样的啊，这玩意儿两码事儿啊，就跟国王跟教皇似的，你不能说教皇不厉害，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国王对吧不厉害，没法说这个事儿啊。好，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最后奖分70万零240，看起来好像还是有谎啊，这个游戏是有谎的。也就是说呢，咱不管说打宝还是怎么样，如果说有人能真打出什么400万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啊，也可以投稿给我。咱们这次呢后半程呢讲的故事讲的有点过分了啊，但是不要紧，主要是我狼呢也确实没啥好讲的啊。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你讲吧，因为它背景的故事我也讲过100多遍了，大家伙听我唠嗑催眠就好了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以后要是做这种视频呢，很多人都喜欢看什么呢？就是精简版的。都是那种跳来跳去的，知道吧？啊，就是一个视频不到5分钟啊，看完拉倒了，对不对？好，那么看片尾的最后呢，3个王啊，这3个小伙伴都是终极装备了啊，金斧头、银斧头什么的啊，这个意思。最终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大伙儿如果喜欢我了啊，就多多支持我，帮我狼点一下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吧。